我从未想过，杀我的人会是你。若一切能重来，结局会不一样吗？姑娘醒了，点一口水，吃口东西吧。好些了吗？ 你为什么杀我？我为什么要杀你？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不是姑娘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昨夜在金水河，你落水了，是我们头救的你啊，何谈杀你？金水河。头儿，我觉得这姑娘应该是落水伤了脑子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了。我为什么会掉入金水河？难道现在什么时候？ 都过了申时了，你已经在这睡了快1整日了。哪一年？不是你打了人，你不应该先道个歉吗？我问你哪一年？景明23年啊。景明23年，怎么回事？我回到了10年前，落水。季重义。 四姑娘，你先回去。四姑娘，季公子，你我早有婚约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四姑娘，你别误会，听我慢慢跟你解释好吗？四姑娘，你还这样护着他？佳思，你听我解释，佳思，佳思。那年，我被季重义推下金水河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的家人
现在都还活着。姑娘，还有哪不舒服吗？要不要给你请个郎中？不必了，我只是有些恍惚罢了。多谢大舅，我得赶紧回去给家人报平安，告辞了。送送你。不用了，家里规矩多，不方便。落水了，姑娘别着凉。在下于七，请问姑娘怎么称呼？多谢于公子。头儿，你为何要带他回来？为了让他认得我。有人落水了！他颈后有南巫火焰纹，我怀疑他是南巫派来的细作。那为何要放他走啊？鱼不入海，怎么能找到鱼群呢？崔将军，侯爷，请。玉儿，上得前来，快见过崔将军。久闻崔将军大名。日后你进了都城司，还要靠崔将军多多提点。多谢崔将军。此次教场大考，比武无禁忌，无规则。一旦有人坠台，胜负即分，最后的优胜者遴选为新一任的都城司司尉。大考开始。爹，妹妹，你们就瞧好吧，我今天肯定能赢。姓郑的果然来了，我去让他落单。来让一下，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。妹妹，哥哥，你看见没有？小菜一碟。阿奇，哥哥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身手啊？公子收买了这几个人，自我们就放心吧。哥哥加油！
郑都头，啊，不对，现在应该称呼你为郑都虞后。别来无恙啊！于大人，好久不见，您何时来的临安城？也没提前知会，好叫我去接您。郑明啊，踩着战友尸首青云直上的感觉，如何？还记得龙虎关战役吗？若不是你泄露机密给南巫，我的副将也不会死。于将军在说笑了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姐夫，你真的吗？这个是南巫圣女的图腾。什么南巫圣女？南巫相信，圣女出，南巫兴，大周将改姓。南巫为了寻找圣女，专门成立了夜鹰门。可几年下去，并没有任何消息。我知道的我都说了，还请两位大人高抬贵手。高抬贵手？你害死那么多弟兄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过高抬贵手？于七，他怎么也来了？多管闲事，找死！何人擅闯？来呀，给我拿下！这都跌下台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贵公子已经尽力了。没事。留步！本将军宣布，此次教场大考的优胜者，就是这位公子。不仅武艺一绝，人品也是一流。我大周需要的，正是这样的人才。敢问公子姓名？可愿担任都城司司尉一职，以保我临安太平。在下于七，只为救人，不为谋职，但是确实是扰了考场的秩序，影响了司尉的选拔，在下心中有愧，故愿暂任司尉一职，待将军另择优选。好担当。他们萍水相逢，于七为何要救我哥哥？如今在临安相遇，还成了司尉。这一切为何会不一样？于七恩公，
请受在下一拜。无妨，莫要牵到了伤口。于公公，我们是东平伯府的，在下江战。这位是我的妹妹，江四。见过江姑娘。于兄现居何处？改日我好登门拜谢。哎呀，初到临安，暂无居所。那不如来我东平伯府一住啊。哥哥，于公子到临安城肯定是有事要办，怎好武断为人家谋划呢？冒昧了。无妨，江姑娘。我这初来乍到的，不知道何处可以购入宅院。于兄这算是问对人了。我东平伯府旁边啊，就有一处空宅。我们临安城有很多闲置的屋宅，于公子可以去稍远的西郊看看。如果觉得远，南边的方寺聚集处也有的。多谢江姑娘。哎，妹妹说那些都太远了。我东平伯府旁边就有个空房，到时候我们哥俩还可以常聚。于公子，您从何处来？南边，燕归城。燕归城是南疆的边陲之地，紧邻着南巫，风景甚美。不知道二位可曾去过呀？燕归城可真美啊！在我的家乡，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美景。还有很多美景我们没见过。日后我带着你，咱们看个遍。嗯。之前若不是我流落南疆，也不会跟他有交集。他曾说从未回过临安，难道说从前骗了我？我们兄妹俩连临安城都没出过呢。和龙蛋所查倒是一致，可他若是连南疆都没去过，又怎么会成为南巫圣女呢？南疆那么远，我妹妹要是真去啊，估计刚走一半，就得哭着喊着要回来了。哥哥，你身上还有伤，咱们赶紧回府，早些休息吧。回见。告辞。那于兄，那改日再见啊，一定来找我玩啊。我觉得我跟于兄缘分真深呐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说的他都很感兴趣，这就叫知音难觅呀。妹妹，我怎么觉得你对于兄有点不耐烦呢？我还想着改天让他来府上一聚呢。哥哥，咱们以后还是跟他少些牵扯为好。为什么？妹妹，刚才要不是于兄，你我兄妹二人可就没命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萍水相逢，还是小心为上嘛。收拾行囊，咱这就回燕归城了。定居。头儿，没有凋零擅自回来已经很冒险了，而且还有那么多赤羽旗的兄弟在等着咱们呢。要不然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好。有了新线索，圣女图腾也看见了，哪能这么轻易就走啊？哎，公子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风景挺好啊。有水路就有升起。对，这条河呀，直通内外城。这条狗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哎呦，慢点，哎呦，这宅子交通很方便。不咬人，不咬人。哎呦，好，是。这前面呢都是东平伯府啊，这是他的北宅。公子，您随便看。你看，这桌子、椅子，还有这床，这都是新的。这外域的治安啊，是不如内城。养条狗也挺好的啊，可以看家护院。哎，我们二流可不是看家犬，那是纯正的军。啊，来，俊俏无比、威风凛凛的大宝贝儿呢。大宝贝儿。这临安城啊，就是内富外贫。这好多的达官显贵啊，有钱有势的，这都住在内城。公子，您要是手头宽裕的话呀，小人建议您优先考虑内城的宅子。不必了，就这儿吧。不过根据大周律啊，这房子的买卖啊，咱们呢还要先问一下房东的亲戚，再问问周围的邻居，他们要是无意购买，那就成了。那就快问嘛。就我跟龙蛋一块儿住。哎呀，龙蛋可太轻松了，根本就不用他伺候。房子的大小可太适合你了。于公子，哎，江姑娘，
哥哥，什么房子啊？于兄要搬来枣树巷院子了，询问四邻，正跟我们打听意见呢。枣树巷院子咱们是要买的呀，怎么会让旁的人搬进来呢？妹妹，咱什么时候？哦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于公子，这枣树巷院子我们东平伯府早有意定下了，真是不巧。无妨，江姑娘，条件随便开，怎么样才肯把院子让给我？考虑考虑。哎，这，对，抱歉啊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。夫人里边请。妹妹。哎呦，这是家里来贵客了。我说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安国公夫人好。崇义今日登门赔罪，还望岳父大人海涵。别乱叫啊！我可不是你岳父。昨日去你们府上退聘礼，你们没收，今日来的正好，聘礼和人一同回去。聘礼岂有拿回去的道理？夫人，女儿受委屈了，这当爹爹的心里不舒服。再说了，崇义犯了糊涂，我做母亲的绝不偏私。他父亲也请了家法，还望东平伯和四姑娘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再给机会，再给他机会来谋害我妹妹？谋害？二公子，这话是从何说起？你儿子没告诉你，他把我妹妹推进河里了？战儿，长辈说话不许插嘴。崇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母亲，没有这回事啊！跟他们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岳父大人，四姑娘因为狡猾，意外失足才掉入河里边，旁边都有人看到，他们可以作证啊！江公子，你无凭无据，不能冤枉人呐！我就知道我们家崇义这品行是绝对不能干出如此糊涂之事的。那日四姑娘落水，可把我们一家子都急坏了，尤其是崇义啊，嚷嚷着要下河找四姑娘。夫人先坐，夫人先坐。大哥，你看孩子都跪下了，也知错了，这不就是个误会吗？啊，嚷嚷着要下河，莫不是着急要下河确认我到底淹死了没有，这样才好娶自己相好的过门啊！死儿，你这未出阁的姑娘，你这说什么话呢？四姑娘，我读的是圣贤书，绝不会对弱女子下手，更何况你还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呢。四姑娘不用担心，到了国公府，我定将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疼惜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要是崇义这小子敢欺负你，我帮你出气。媳妇给婆母请安。崇义昨晚又没回来，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，守活寡也只能怪你没本事。老三总往外跑，还不是因为家里的女人无趣？你好歹也学学样子，打扮打扮，像块木头似的。儿妇知道了。
请用茶。你打扮的一副妖艳模样，是要勾引谁？还不快滚！四儿听见没？有这么好的婆母，你嫁过去那就是享福了。大哥，是不是？若是四姑娘愿意，咱们今天就把婚期定下来。我也盼着你早日嫁进国公府。魏夫人，我还是那句话，退婚。我今日亲自登门，以给足你面子。按照大周律，你执意退婚，可要杖60。四姑娘，3思而行啊。好，那咱们两家就去找个能说律法、论公道之处。到时候不仅这婚要退，季三公子为了遮掩私情、谋害未婚妻的罪名，也定是跑不了。对。哎，四姑娘，国公府岂怕你一个闺阁女子？你若执意这般，那便公堂见。对了，魏夫人，聘礼还请您一并带回，就不用我们再多送一趟。咱不跟他们置气，到时候直接公堂上见。妹妹，你还记得那是具体是在何处他把你推下水的吗？首先需要人证，我也在想，到底有谁会看到他把我推下水了？江姑娘，于兄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本来想跟江姑娘商议一下宅院的事儿，便多停留了一会儿。不巧听到了你们谈及家事，本来想着回避的，但是想到了这个江姑娘可能会有求于我，就又停留了片刻。我有求于你。姑娘落水是何人所救啊？是你救的。妹妹落水是于兄所救。哎，不值一提。哎呀，于兄，我兄妹2人的性命都为你所救。从今日起，我将战。哎，于公子，你是不是看到我被人推下水了？那倒没有，但是我知道有人可能看到了。谁啊？这宅院的事儿，可以商量。太好了，我们就要成为邻友了。于兄，没想到你我兄弟缘分如此之深。哎呀，都是缘分。击鼓者上堂。大人，民女要报官。结状。禀告，择日过堂细审。到底是谁能看到我落水？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姑娘先帮我解个惑。说吧。我先是救了你，然后又主动提出来帮你寻人，既为邀功，也未曾得罪过姑娘吧？不曾。那你说为何3番5次的反对我比邻而居啊？就这么讨厌我？那我也想问问于公子，这偌大一个临安城，那么多空宅，为何偏偏非要买在我们东平国府旁边啊？那是因为我与姑娘的兄长甚是投缘，我觉得他也希望我跟他住得近一些，这样往来也比较方便。我哥哥这个人生性热情好客，对谁都是以兄弟相待，但是因为结交甚广，转头自己就忘了。所以于公子，切莫当真。哎呦，巧了，我就欣赏他这样的性情中人。听姑娘这么一说呀，更得当邻居。你就别绕弯子了，到底知不知道？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就不要耽误我的功夫。此事对于我非常重要，不得儿戏。我自是有轻重的。瞧瞧，证人不是来了吗？他们就站在你落水的对面，别人可以说看不见，但他们不可能。只要退了婚，一切就能够重新开始吧。这一次，我要过不一样的人生。
将美酒满荷香，呼吸人一世如林岸，骑马寻花随后处，也非久居地。季崇义，江寺状告你蓄意谋杀，你可认罪？大人，冤枉啊！这本就是意外。我看就是那姑娘自己失足掉进水里的。听说啊，是别的人家给了东平伯府更高的聘礼，所以他们才借题发挥的。哟，这不是一女婿两家吗？对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就是什么一女婿两家？是不是安国公府给你派来的？启禀大人，民女有证人。传证人。传证人，传证人。堂下何人？小人王东升。以何谋生？我在馄饨店做小二谋生。那本官问你，当晚你看到了什么？那夜我确实在河边，但是天太黑了，我没看清楚。此乃公堂，不得妄言。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没看清。可是我当着很多人的面都说了，是季公子推的四姑娘。我听说，你家里面还有一个年迈的瘸腿老娘。你想干什么？那天晚上夜太黑，你看得并不真切。江四，你可有话要说？启禀大人，还有一证人，字画店老板宋林。小人宋林拜见大人。小人的确看到过四姑娘落水，只不过她是自己失足。宋林，你是否看清楚了？回大人的话，小人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们二人先退下。是，大人。看来有的人不但会推人下水，还会收买人心啊！天黑路滑，一时看不清楚也很正常。世子真是贵人多忘事。那夜我掌了灯，既然能把你的丑事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又怎么会看不清路呢？信口雌黄。大人，我们确实有口诀，但四姑娘是因为情绪激动时，不知道怎么意外掉落了河岸。四姑娘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但是也不该在此胡闹，在这公堂上污蔑我。大人，敢问诬告之罪该如何处置？大人，民女还有一证人。还有谁？跟季崇义私会的女子，巧娘。对，她是离落水现场最近之人。来人，传孙巧娘。传巧娘。民女孙巧娘，参见大人。孙巧娘，那本官问你，季崇义到底有没有推僵尸落水？巧娘，你如实大胆地说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既然你执意要嫁进国公府，那我也来帮你一次。如今你即便嫁进去，也只能做妾室。但如果你愿意出面作证，我来帮你，让你做国公府里受人尊敬的正头夫人。要不要信我一次？
大人，那晚却是季公子推了江四。乔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疯了！季崇义，你若在当庭大声喧闹，本官就判你个藐视公堂之罪。好手段，化敌为友。这情敌的证词比旁人更可信。江四，你果然不简单。本官再问你，那季崇义是一时失手啊，还是故意为之？他是。莫怕，照实说。乔娘，我不是故意推的他，你在我身后看得清清楚楚，只不过是我一时失手啊。季公子，如今你倒是承认了，确实是你把我推下水的吧？我没有，我不是故意推你的。前后颠倒，公然欺瞒本官，给我拖出去，杖10棍。是，你不许动我！我父亲是安国公，你不许动我！他们俩联合起来，就是要逼我退婚。大人冤枉！大人，这是他干的。大人，手下留情啊！来者何人？我乃安国公之子季崇礼，特来为季崇义求情。大人冤枉啊！江四和乔娘联合起来说谎，就是逼我退婚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冤枉大人！使点劲儿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此乃东城司公堂，无论你是王孙贵胄还是贩夫走卒，本官都将一视同仁，只论是非黑白。哥，大人，冤枉！他们俩串通一气。巧娘，你继续说。大人，他是。姑娘，魏夫人不是都答应了退婚吗？怎么你看上去还是心事重重？一日不拿到这退婚书，肯定都会成变数。我怎么可能心安啊？也不知道父亲去安国公府那边交割的怎么样了。希望不要横生枝节吧。自落水之后，姑娘的确变了许多。怎么说啊？姑娘从前从不做山水画。是吗？对呀，姑娘，你看这些，还有这个，都是姑娘你从前画的，都是花鸟图。之前嫁给季崇义，遭遇了那么多变故，最后流落南疆，倒是让我有机会见识了临安之外的大好河山。女子一辈子困在深闺后院，赏花斗鸟，饱食终日，除了花鸟画，还能画些什么呢？不过这画中的山水倒是别致，阿门从未在临安见过这样的山水。姑娘画的是哪里啊？我画的是梦里梦到的。四妹妹，四妹妹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哎，退婚书。对，退婚书。哥哥，你看，谢谢爹爹。哎，太好了，哥哥。二位能来，这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爹，妹妹，甄大人和于兄来了。欢迎欢迎啊！二位大人快请快请。小女退婚事宜，还多谢甄大人秉公断案，于大人帮小女寻找证人呢，多谢，多谢呀！我这也是惭愧了，没帮上什么忙。伯爷，本官也只是尽职尽责，若是不秉公断案，
怕是日后会寒了临安百姓的心啊。江姑娘，你若何时改变了主意，本官仍旧愿意帮你追究安国公府的故杀罪。多谢大人，劳心了。今日天气闷热，正好家里做了一些降暑的茶点，不如大家一步一起品尝一下。是，太客气了，不必了吧？你这太客气了。刚才你不还说天气炎热，你想买一些降暑的果子吗？多谢江姑娘。二位大人，里面请。南屋的神剑山，可是之前我打探的消息，是他们兄妹二人从未离开过临安，更别说去什么神剑山了。那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把自己给画进去了？你是说这画中之人是江姑娘？对呀。我怎么看不出来这是江姑娘？你不用看出，你也看不出。头，我觉得咱们查个圣女，别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他肯定是去过神剑山。才能把画画得这么的清晰。但是头，你看啊，这画中有2匹马，却只有1个人在骑。所以我们就得知道更多的线索，才能解开这个谜团啊。阿门。阿门，哎，来了，姑娘。桌上的画你看到了吗？没有啊，姑娘。来帮我个忙。难道与其千方百计地接近我，是在调查我圣女的身份？不见了。妹妹，哥哥，妹妹怎么了？于兄搬过来了，咱俩去给他道喜去吧。哥哥自己去吧。阿满，帮我拿纸。是。妹妹，于兄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也没有什么故交好友，人家可是特意邀请了你哥，这多给我面子啊！再说了，人家刚救完咱们兄妹二人的命啊。哥哥就自己去吧。我自己去也行，但是我们兄妹二人一起去，这不显得咱们伯府啊多么的有牌面，多么的有气场。哥哥莫要再劝了，我要开始作画了。妹妹，你跟哥哥说实话，那个姓于的是不是欺负过你？哥哥胡说什么呀？怎么会这么想？我就总觉得你对他有敌意嘛，可又实在想不出来，他还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妹妹是嫌弃他是个不拘小节的武夫，所以不愿来往？我何时重文轻武了？你必须跟我说实话，即便他有恩于我，他一码归一码。他要是欺负你，我今天我就揍他去！我。哥
哥哥要揍谁啊？我不信，我信。走吧，阿满，咱们出趟门。是。这多好啊！这花漂亮啊，妹妹，你可以把它添进礼单呢。哎，你给我。二公子，你做人情就做人情，为何要拿我们姑娘的宝贝去？这海棠是姑娘亲手栽种的。妹妹，我虽挑了不少宝贝了，但用具再精美，它难免俗气嘛。你看这花啊，让你打理的这么的古朴，这要添进礼单，咱就雅俗兼具，无可挑剔。二公子，你都准备礼物了，就放过这海棠吧。我妹妹没说你。妹妹，我挑的礼物是我的心意，你总不好空手去吧？这一时间好像是找不到更加趁手的礼物了。姑娘，只能先委屈一下，就一哥哥的吧。于兄，挑钱大喜啊！多谢多谢，你来了就更热闹了。给你挑了点物件，供你装点新宅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你跟我见外呀！多谢。哎，于兄，你是不知道，能跟你相邻作伴，我兄妹二人那别提多高兴了。我这不也是吗？咱们挨得近多方便。我妹妹还给你备了些薄礼。哦。这里可不薄，纵是在我们姑娘院里，品相也是极好的。我看，不就是盆花吗？你可知，这盆海棠乃我们姑娘亲手栽种，日夜细心呵护，就连这修剪的样式也是在案前设计过才下了剪。我们头又不是没见过花草，你姑娘，我早说不送他们了。好了，阿满，把花放下吧。告辞。哎，妹妹。哼。哼。于兄，你千万别见怪啊！无妨无妨无妨。啊，挺好的。啊，于兄，我还给你准备些物件，来，咱这边看。还有多着呢。这到底哪儿好了？这厚礼太多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带这些物件全能用得上啊，于兄。啊，这阿杰，把那个龙凤呈祥花瓶拿过来。于兄，这龙凤呈祥花瓶摆在这儿啊，看着大俗，实则大雅。摆在这里不仅美观，而且还利风水。来，摆上。好了。哎，二妞也来帮忙了，来，给我。哎，好搞。这画的笔法怎么这么像我妹妹画的？是吗？江姑娘还有如此的才情。哦，不过我妹妹只画花鸟，不画山水。哎，于兄，这画中这女子是谁啊？我哪知道是谁？不是心上人？不是，跟我害羞。天香阁的牌子，还说不是？什么天香阁？临安最好的青楼。龙丹，别把你东西放我桌上。不是你的。懂了，来看花瓶。头，江战说的那个天香阁我去查了，尚未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。线索太少了，查不出来什么端倪。我回临安本就是为了调查南吴之事，是要费一些周章的，不会那么容易。如今什么？
如今在其位，谋其政。都城司眼下最重要的，是找到秀娘子的女儿。是，那我去拿案卷。妹妹们这边请。二姐姐，这花园可真大，芍药花开的真好看。待会儿用完膳，我带着妹妹们去花园逛逛。四儿，来，你坐这里。俏儿，坐吧。在二姐这里，不要拘束，就当在家中一样。二姐，我们要不要先去给侯夫人请安啊？我已经提过来接你们过来小住的事。侯夫人说，今日妹妹们刚到，先做休息，明日一早再去请安便是。三姐姐就像是过去的我，谨小慎微，总怕行差踏错。妹妹们饿了吧？用膳吧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姐夫，世子，姐夫。哎呀，妹妹们都在呀。好。好香啊！啊，还香好。忘了打发人去跟你说一声，妹妹们过来了。啊。哦，哎呀，不知道妹妹们这个时候过来，是我唐突了。照顾好妹妹们，我先去书房了。世子慢走。妹妹们坐吧。二姐姐，姐夫每日都陪你一起用餐呀？是啊，姐姐和姐夫真恩爱，不许拿你二姐打趣。这是近5年来所有失踪女子的案件。这么多，都是悬案，可不嘛。陈余双，牛行街。严先柔，城南右乡。怎么了，导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些标记都是失踪女子随后出现过的地方，这些是近1年失踪女子才出现过的地方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无论是近5年的，还是近1年的，这一片从来都没有出过事情。头儿，这2个人前2天刚被收买，我们现在去找他们有用吗？来都来了，废什么话呀？来，大人，小人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大人，是的，小人鬼迷了心窍，见钱眼开，只做错了这一件事情。谁问你这个？啊？画中这名女子见过吗？谁呀？年初的时候，画中的女子失踪了。哪儿去啊？人都站这儿呢，往哪儿跑啊？跳下去啊！大人，您就饶了我们2个吧。这大官的事情，我们也不敢议论啊。什么大官？失踪的不止这1名女子，这是大案。
是长兴侯世子。这是与那长兴侯世子一同前来的女子。啊，那天世子爷带着这个女子来小的馄饨摊吃馄饨，有个客人吃好了起身要走，不小心碰到了世子爷，那个客人也道歉了，可这世子爷不依不饶，可吓人了。对对对，当时有好多人都看到了，而且那女子还劝了劝世子爷。这个时节，芍药花已经开到了尾季，其他地方见到的芍药花总有那么几分没精打采的，但你看这儿的花开得多好呀，这朵好看，那朵也好看。此处花开如霞，实在是难得的美景。四妹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怎么花香中有股臭味？我闻过这气味，是尸臭。难道这片芍药花下？真好看！哎，姐姐，别碰。四妹，为什么不能碰啊？这些花，我闻着有臭味，姐姐没闻到吗？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。非金非银，这簪子是什么材质？是铜簪。铜簪？我看这长兴侯府上连丫鬟戴的都是金簪银簪，这里怎么会有一只铜簪呢？如果芍药花下埋藏的真是人的尸骨，那这铜簪会不会是受害者的？二位妹妹在做什么呀？世子，姐夫好，我和四妹在赏花呢。一个人真能凶残至此吗？得找个机会，再来探查一番。这片芍药花，确实比旁处开的都好。二位妹妹，慢慢欣赏。世子夜里出去了，回来时脸色就不太对，估计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才找上他，只能怪这小娘子命短，就该死在今日。安子哥，帮个忙快！等我拿铲子啊！跟我没关系，你别找我啊！这都是世子爷干的。你马上就入土了。花铲怎么少了一把？难道被人动了？怎么会呢？之前花匠给咱们收拾过，被咱们骂了之后呢，就再也没有人敢动了。哎，拿个锄头，快点，快点！哦。怎么了？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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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怪我，谁让你看见不该看的东西了？咱们这样弄死他们，要不交给师子吧？他不死，咱们就得死！快来帮忙，快点！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于七，于什么气？赶紧跑！你为什么在这儿啊？看来于四卫调查的本领很一般啊！你居然都不知道，这长兴侯府世子就是我二姐夫。还有心思开玩笑的？要不是我过来的及时，你连开玩笑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于大人又为何在这儿？我来调查失踪案，怀疑和曹新宇有关。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他应该把我怎么样？啊，那就好。那2个人为什么要杀你啊？想活的话别动。听好了，今天夜里你们干完活便躺在这个地上睡着了，什么人都没遇见，明白了吗？那就是没明白。你看，这是我在花丛中找到的，我看见他们杀人埋尸，我怀疑不只有1个人受害了。胆大包天，商贾女子多带同簪，明日我便去求证。如果秀娘子的女儿真的死了，她该怎么办？行了，你就不要再考虑旁人了，考虑考虑你自己，这很危险，跟我走。哎，于七，我不能走。哎，你说吧，还有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不能走？我要是这么走了，这曹星玉就该想法子对付我们家了。我二姐姐是他正妻，虽然就是他把我引到这府中来，还有我3姐姐，她那么柔弱，还在想办法要保护我，还有我五妹。你先等等，什么叫你二姐姐将你引入府中啊？不行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！我现在送你回家，回家之后我立刻上报都城司。哎，于七，你冷静点。长兴侯深受隆恩，曹星玉又是他的独子，我很清楚，冲动行事只会打草惊蛇的。焦四，证人我已经找到了，那儿就是案发现场，只要我带人过来搜，定能搜到证据。没用的，只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不然证据会蒸发，证人也会人间消失。不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已经做过什么了？总之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不能走。如果我走了，就是打草惊蛇，你破案也会遥遥无期。那些失去女儿妹妹的人，谁来给他们交代啊？这个长兴侯府它不是一般的地方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仔细筹划，绝对不能冲动的。怎么了？你一直这样吗？我怎么样？气人。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跟你生气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。但是我现在刚刚把你给救出来，我总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冒险吧？打仗都是要讲究一个方式方法的，不能这么硬碰硬。那不然这样，咱们俩联手，把这恶徒绳之以法，替那些枉死的女子报仇。你能相信我吗？行，我信你。保护好自己，我尽快回来。虽然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另有目的，但是我相信你是个做事情的好官。务必保证他没有任何危险。
姑娘。哦，我们什么都没说，安子也没说，世子。你先别怕，我没打算告发你们，而且我知道，你要比那个安子心软也良善。昨天晚上勒我，我看你都没有使多少力气，所以我想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早就不想干了，对不对？小人也没有法子，我只是一个下人，世子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得干什么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以你们世子的脾性，你知道他这么大的秘密，他又能留你活多久？那我该怎么办呀？四姑娘，你能救我吗？救你可以，但你要先告诉我，昨夜我听你们说还有一个姑娘被关着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你得告诉我，她被关在哪里？这是妞妞的，你仔细看看啊，可别看错了。是我亲手给妞妞买的簪子，我怎么可能会看错了？妞妞在哪儿？啊？妞妞在哪儿啊？进去后别被吓到。5年以来，临安城中娘子失踪的案件共有15起，你怎可认定都是同一人所为，乃是连环作案呢？这是不是有些武断？这些失踪的女子，介于16至20之间，相貌姣好，且皆出身于小户或者是商户人家。我与龙蛋在探查中发现，他们最后出现的地点，皆汇聚在此处。长兴侯府，这是我们整理的线索，这里面的证言基本上都指向于同一个人——曹兴玉。甄大人，此刻你还觉得我武断吗？确有可疑，但这终究也只是推断，既无实证，是没有办法辨案侦查的。好，我还有旁的佐证，还有一名失踪的女子，名唤妞妞，她的发簪就在长兴侯府的后花园被找到了。眼线所言，她的尸首就埋在花园地下。线报可准？准不准的一查便知。等等，甄大人，你是还要拦着我吗？眼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长兴侯府。我知道办理此案甚是艰险，因此我更需要你甄大人相助我一二。朝野上下皆唤你甄衡甄大人为天下文官典范，不畏强权，刚正不阿。若此刻你都迟疑，这天下恐怕再无人敢管了。此案一日不解，天下所有的女子便会多一日的风险，等不得了，甄大人。于大人莫急，我只是有一事想问。你问。长兴侯手握军权，掌卫营兵，南吴来犯之时曾有护国之功，你就不怕开罪于他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我有何惧？好，于司卫果然胆识过人，这右司终于来了个顶事的。走，我与你同行。姑娘，姑娘。
不会死了吧？姑娘，姑娘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天哪！有没有钥匙？有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列队！头，快班集合完毕，头儿咱出发吧。出发！二牛，他就是个畜生。别怕，我从前日子过得苦，以为他是长兴侯世子，跟着他，哪怕没名分，也能享福。早知我就不该跟他回府里，就应该学一条河跳下去。小点声。死了干净，也不用受这般折磨。姑娘，放心，我会帮你的，我会帮你逃出这个魔窟。真的？我的姑奶奶，我带你来这儿已经是冒了天大的风险了，这外面都是守卫，怎么救他呀？若是被发现了，你我都性命不保了。你们都城司，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擅闯本府！我必在陛下面前参你们一个以下犯上、擅权之罪。侯爷，您要奏便奏吧。就算真的到了御前，甄某也只是依律行事。本侯长卫英兵，官至当朝一品，有一等侯爵爵位。你一个区区从4品的文官，不是以下犯上，是做什么？我都城司统管临安城治安，除了大内皇宫以外，临安城14街108坊皆归我都城司管辖治理。怎么，侯爷，您这府邸不在这个范围内吗？甄大人的嘴真是上天入地，不然我叫他来做人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甄大人呀！你是管得真不上啊！即便归你都城司管，你现在也是无法无天，私闯民宅。侯爷还真是能屈能伸呀！这一会儿说是一品高官，一会儿又说这是民宅。我都城司既然来搜捕，定是因为此处发生了命案。这也许就是我的命，我不想再连累旁人。谁说的？难道你的命生下来就该被这恶人折磨吗？姑娘，你听我说，今日都城司的人会过来搜查的，到时候整个长兴侯府所有注意力都会在后花园。这个西院就算闹出动静，也不会有人觉察的。福禄，到时候你趁乱把池姑娘带到后门，我的丫鬟阿蛮会在那边接应的。我不行的。福禄，如今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，你也该放手一搏，为自己换一种活法，挣出一条生路来。姑娘，你看，捏碎以后会变成粉末，能让人昏睡。到时候你能用得上的。我们该走了，再晚守卫该起疑了。姑娘，都城司的人真的会来吗？会的。姑娘，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。记住，自救者天助之，自弃者天弃之，明白吗？走吧。侯爷，
在下最近一直在追查临安城女子失踪案。据证人所言，他们在失踪之前都与令郎有过接触。证人？哪个证人？啊，叫他出来，与本世子当面对质。没想到世子在呢，我要是把他给叫出来了，世子是要以强权威胁不成？就凭你一条不知真假的线报，就能污蔑我杀人了？哎，我可没有说世子杀人呐。难不成世子是心虚了，要主动认罪啊？荒唐！你们可有证据？如若没有证据，休想踏入侯府半步。证据自然是有的。此铜簪便是证据。证人还说了，你曹星玉嗜杀残暴，天理难容，不仅虐杀了数名女子，还将他们的尸首藏于侯府后花园。你这是……本侯是通情达理之人，今日我就让你们搜。但我有言在先，如若你们搜不出尸体，此事本侯绝不会就此罢休。请搜。怎么来了这么多官兵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甄大人，不喝点茶吗？感觉不对劲啊！这曹星玉竟然没有一丝慌乱之色。难道昨夜就被转移了？昨夜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大人，地下有东西！快！头疼死！下去之后，买一匹花布。我觉得你这办法好。大人，是棺材！开棺！有你们这把力气！大人，这棺木里……头，里边只有书。二位大人。此处不过是我掩埋书房废弃杂物的地方，哪儿来的尸体呀？
可别冤枉我这清白无辜的人呢。是我们消息有误，冒犯了侯爷。无妨，甄大人，本侯度量大，不和你计较。这就不计较了，其中肯定有猫腻，这尸体定还藏在府里。这我当然知道，可凡事都要讲证据。现在我们搜也搜了，若是再造次，他真的告到御前庭，我这都算违律。行了，今日先回去，从长计议。什么从长计议？你眼下要是走了，绝没有第二次机会。围就围了，算我的。哎，龙蛋，接着搜。是。阿牛。甄大人，不要欺人太甚。我长兴侯府容不得你们胡闹。来，送客。尔等莫要妨碍公务。逾期，不要太放肆。侯爷，若是世子当真清白，那您何必惧怕一只狗啊？笑话，本侯怎会怕一只狗？放狗！对。人愣着干什么？拉住他们！于七，你别乱来。带走。看住！是。头，头，尸体找了。全都对上了。将案犯曹兴玉押回都城司。是。等等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是他。出来，出来！安子，出来！哎，他是觉得我们长得特别像傻子吗？找个小厮来顶罪啊！你们凭什么说这人是我杀的？啊？就凭一条你们不知真假的线报？来，我问问你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小人叫安子。你家主子说，这些人都是你杀的。我，你就招了吧。我们侯府待你可不薄，替你讨了一房媳妇，还留了后。曹兴玉，你休要出言威胁。安子，你莫怕，一五一十的讲。现在此事牵扯甚广，我可面呈陛下。任凭他们是什么身份，也不敢动你家人分毫。你相信我。安子，开起眼来，你全家3代都是我侯府的家奴。本侯的为人和实力你是知道的。今日你若犯了罪，本侯可以担保，绝不牵连你的家人，懂吗？是我杀的，他们都是我杀的。你可想清楚了，
现下要是承认了，日后想要反悔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便是杀人凶手，是我鬼迷心窍，见色起意，那些姑娘都是我亲手杀死，是我将尸体扔到枯井里，与世子没有半点关系。侯爷，我求求您善待我的家人。侯爷，你肯认罪伏法，本侯甚是欣慰。放心，我定会善待你的家人。长兴侯，你敢当众灭口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！本侯一向治家如治军，如今府中出现丧心病狂的恶奴，败坏我长兴侯府的名声，我便替你们都城司了结了他，不好吗？省得你们再开堂审案。按大周律，杀奴也是犯罪。甄大人，别以为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懂法。无故杀奴确实是罪，可他犯了死罪，我父亲杀他有什么错吗？就算他犯了死罪，那也应该先上报官府，得到允准后方能处置。小小一个家奴，我杀便杀了，还轮到你都城司来批准吗？你若未请官，那便是违律。按大周律，未经官府而擅杀奴者，杖100。怎么，甄大人，你要打本侯的板子吗？你敢吗？下官叨扰了，侯爷，请便。你们请便吧，本侯还有军务要处理，没有闲情雅致陪你们在这儿浪费时间。看什么看？给我滚回去！你拦着我做什么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今日之目的不是来追究曹勇杀奴，是为了寻到这些尸体。现在尸体都在这儿摆着呢，一具都没少，已是死无对证啊！于不会让他们死无对证的。这谁影响的你啊？你怎么现在性子毛毛躁躁的？还是太年轻了。不是这跟年轻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些姑娘都不是萧思杀的，她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，是二姐姐，不是曹星玉杀的。五妹妹还不算太笨，你早就知道啊，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我怎么提醒你？你一口一个姐夫叫的那叫一个亲热，我提醒你，你能听吗？曹星玉这么残忍，杀了这么多人，二姐姐她是否知情啊？二姐姐也知情，那她还特意邀我们去府上做客，她怎么能如此待我？虽然我们不是叶母亲生的，但我跟她最亲啊。根据尸体颈上的勒痕深浅，可以判定这些娘子皆是被同一人以绳状物扼颈窒息而死。有没有什么旁的线索？尚未发现。他的勒痕怎么跟其他人不一样？或是因为死者体质特殊，也或是将死之际挣扎太过剧烈，从尸身上难以断定。你看看他的喉咙里面有没有什么异物？是。大人，请看，这是一枚纽扣子。那个于七真的是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，他说此物安子根本用不起，说要传唤世子去审问了。是吗？安子用不起，可有人用得起啊。二位大人，今日本世子来呢，
是有重要的案情相告。这安子认罪之后呢，我就越发觉得不对劲。他平日里是个老实本分的人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杀人埋尸呢？当时可是你亲手指认的他，你爹了结的他，怎么？这才过了多久，就换了个说法？你还真是视人命如草芥。他死的吧，倒也不冤，我父亲处置没有什么不公啊。只是我彻查了全府上下，竟查出安子并非主谋，而是从犯。那依你所说，主谋是何人啊？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夫人江倩。叫什么？曹新玉将我倩儿告上了衙门。是他指认江倩才是杀人埋尸的主谋。倩儿，他们是恶人先告状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世子夫人，随我走一趟吧。四儿说的没错，我早该听他的去指认曹新玉。母亲，怎么办啊？倩儿别怕，绝对拿下！你们干什么？姑娘，住手！倩儿，去找江子，只有他能帮我了。母亲，放开我！事到如今，你就认了吧。是你与安子有了私情，见安子与那些女子走得亲近，你心生嫉妒，所以指使安子虐杀了他们，真是家门不幸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，我连那些女子的面都没有见过，怎么会杀他们？大人明鉴，我与那些受害女子一样，日日遭到曹星玉毒打，迫于隐畏不敢出面指认，谁知他竟污蔑于我。大人，您可以派人验伤，我二姐姐身上的伤和那些女子是一模一样的。可我有证据，证明这毒妇与安子有私情，并且指使安子行凶。这是江倩遗落在安子住处的扣子，这是安子内人的证词画押，他亲眼看见他们偷情，并且谋划杀人。呈上来。他只是栽赃陷害，随便取了粒扣子，威胁了安子家人，要了假证词，便要来害我大人。那夜我亲眼看到安子埋尸，而且当夜我二姐姐一直在自己院子中睡觉，她怎么会是主谋？原来去官府举报的是你啊！大人，她们可是亲姐妹，定是怕事情败露，所以才把这案情赖到我头上。大人，您可要明察呀！带证人。传证人。大人，人证带到。来者何人？回大人，我乃池淑莹。本官问你，你可与江家二姐妹认识？我与她们江家姐妹毫无干系。那你可与这位曹星玉认识？回大人，认识。我被这恶徒哄骗至长兴侯府，囚禁戏院，日日遭凌辱虐待。我亲眼见这畜生杀人，口口无凭。回来，大人，是他勾引的我，想让我弃妻娶她，我不愿意，他才反咬我一口。大人，我这一身伤便是凭证。池姑娘，你说你见曹星玉杀人，你可见过他用何凶器啊？回大人，是马鞭。他说这些只是为了栽赃嫁祸于我，您可不要轻信啊！
本官自会公正严明地审理此案。那这凶器，你可知在何处？凶器就在长兴侯府。池姑娘，说话可要三思啊！我是长兴侯世子，岂能容你随意攀污？你虽是长兴侯世子，但在我这都城司公堂上，休得放肆！石姑娘，莫怕，继续说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杀人凶器就在长兴侯府的。闭嘴！石姑娘，石姑娘，总大，于四卫，没事吧？放开我！好你个唐星玉，你真是胆大包天啊！敢在我都城司公然持剑行凶，给我押下去！我是长兴侯世子，你敢动我？混蛋！押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是，给我。于四卫，快叫郎中。于四卫，没事吧？没事。